大家好，我是老 K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年真的是国产鼠标元年啊！鸿蒙作为比较晚发布的一款，也是为数不多在 F1 之后再一次把价格做到149的鼠标。虽然说这个149是一个限时的价格，但是限时不限量，只要你想买的话，大家基本上都是可以买到的，而且是在京东自营店上架，起码这个货源和发货时间是可以保证的，基本上当天买第二天就可以到货了，也不用大家等半天。链接的话我就放到评论区置顶了，需要的话可以自取。那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只鼠标的看法和购买建议。鼠标的三维分别是124毫米，宽67，高度为42毫米，横握点间距在62毫米左右，传感器位置比较靠前，正好和拇指平齐，所以在使用中体感的 DPI 是会比实际的 DPI 稍微高一点的，这个差距估计在50到60 DPI 左右。在使用这款鼠标的时候，要基于之前一个鼠标调低一点，才能找到比较适合的档位。至于模具方面啊，对于这种强制趴握的模具，这个尺寸最适合的手型是17到19厘米的手趴握，往大了也 OK， 小了的话就不太推荐了。经过这2天的使用啊，我个人觉得这个模具是一个好模具，但它非常挑人。如果你是一个发烧级别的抓握或者是指握玩家，上手这个模具的话，就会有一种被强制掰弯的感觉啊。右侧2道非常深的引导槽会让我的无名指和小食指情不自禁的靠上去，在使用的时候也是完全把鼠标给包裹住了，会有一个非常饱满的手感。但这款鼠标对于趴握或者是抓握的人来说啊，就会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啊，这2种握法都是靠大拇指和无名指的侧面受力来固定鼠标的。这款鼠标因为侧面做了一个阶梯状的引导，留给无名指固定的垂直区域就大大减少了，在进行抬鼠操作的时候会有一种使不上劲的感觉。所以我说这款鼠标它的模具是非常偏科的，但我并不讨厌这种偏科的模具。目前国内3395鼠标为了迎合更多人的使用习惯，推出的都是一些万金油的模具，任何握法都可以使用，也不能说他们这些做法不对，但是如果你特别精于一种握法，那这个万金油的模具可能会让你觉得差一点意思。相反的话， G62 这款趴握的模具就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，只要你是趴握的玩家，那选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也是这款鼠标与目前众多鼠标差异化的一个点。强度部分大家也不用担心，除了底壳这个大家不常接触到的部分会有一点形变之外，整体的外壳强度是非常高的，无论用多大力气去捏都不会有触发侧键或者明显的变形。鼠标底部有4块 PDF-1 的角贴，比较可惜的是啊，稍微做小了一点，对右侧的受力就没有那么平衡啊。如果打游戏的话，比较激动用力，会有一定的剐蹭感，也算是一个可以改进的点。按键方面的话，我们先听下声音。主键区是环诺的蓝壳蓝点，因为是一体的按键，所以空键程和按键的均匀性表现就没有分体式按键这么好了。在正确的位置按压还好，如果手比较小，按压位置略微靠后的话就会偏硬，这也是一体按键的一个缺点，就是手感不平衡。还有一个值得说的点就是这个鼠标的侧键是偏软的，是通过顶部的一个结构来从侧面挤压触发侧键。等一下拆解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见到了，这里先留一个伏笔。滚轮方面21个步进上下滚动都没有任何异响，非常安静，这点好评。刻度感相对的就不是很明显，整体是偏肉的一个滚轮，用起来的话就会相对的省力一些。好了，大概说完了模具部分啊，我们来聊一下这款鼠标的性能方面。3395的传感器搭配将盟的 CX52850，这套方案大家都很熟悉了，比较出名的就是游戏动力的 F1 了，实际效果上两者也是接近的。G62 的曲线会稍微的好看一些，游戏的表现也是完全 OK 的。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啊，这款鼠标它是支持蓝牙连接的，也就是说不需要任何转换器材就可以和平板或者手机连接，这功能是目前绝大多数竞品都不具备的。在蓝牙模式下，鼠标的续航也会有大幅度的提升，但蓝牙的话就肯定不能用来打游戏了，只能作为一个办公的鼠标来使用。顺带一提啊，这款鼠标出厂的默认回报率是125赫兹，到时候安装驱动之后才可以在驱动中调整到1000赫兹回报率。这个问题我也向厂商那边反馈了，所以首批购买的用户啊，如果感觉到卡顿的话，是需要进驱动界面调整回报率才可以达到鼠标的一个最佳状态，这一点的话就需要大家上手操作一下了。
至于驱动的话就比较常规了，这也是国产鼠标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。一共有5档 DPI 可以调节，但默认最低档位是1000，起步稍微高了一点，需要手动修改一下。除此之外，红按键包括直线修正这些功能都是有的，但更复杂的一层，什么灯光联动或者鼠标轨迹的记录，以及非对称的 LED 调节，这些依旧还是大厂独享的 moment。也期待我们国产鼠标可以早日用上这些功能吧。好了，接下来进入鼠标的拆解环节，只要撕开底下的2个角贴，拧下螺丝，就可以很轻松的分离上下盖了。可以看到上盖内部，也就是侧键的部分，是通过侧面伸出的一个小手臂来横下按压触发侧键的，这也是这款鼠标肉的一个根本原因。从侧面可以看到它的微动，甚至还给了一定的抬升，这也是这款模具设计的一个无奈之举啊。要不就只能像 F1 那样在侧边额外增加小板，再通过排线连接上下盖，两种方法各有利弊，这个就看大家自己的权衡了。微动方面，我这个是工程样品，实际出货的话应该是凯华的蓝壳蓝点，颜色上面有一定差异，但手感是一样的。侧键的话是腾飞的，在旁边就是3395的传感器和降蒙的 CX52850主控了。整体内部结构大家也可以简单的给打个分。好了，说到这里，相信大家对这款鼠标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。还是那句话，鼠标模具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东西，大家还要多尝试一下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模具。这款 G62结合149的价格，支持蓝牙连接，并且在这个模具的体积下可以做到60克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相对的缺点就是牺牲了一定的续航，侧键有点肉。如果你平时是一个 Power 的玩家，这款鼠标很大概率会是你非常喜欢的那一款鼠标，它的模具绝对是可以填满你手心的。同时也希望国产鼠标的模具可以更加多样化一些，给我们不同握法的用户带来更多不同的选择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